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这个学习佛子心啊，就是佛子心当中现在讲的这个唯愿转为道用。唯愿转为道用里面呢，就不欲转为道用，就是分了就是几个方面，就是其中就是今天讲的是痛苦转为道用啊，就是痛苦转为道用。那么痛苦转为道用呢，在宋词当中这样说的：我虽无有邪为错，何人若断无徒路？然以悲心将必罪，自身代数佛子心。当然，这个佛子心呢，确实也是非常这个深深的一个教言。每一句呢，作为我们这个凡夫人呐，就是能完全实行的话呢，就是相当的困难。但是我们要明白，就是真正的这个学习大乘佛法的人呢，要这个做到这一点，要想到这一点。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做到，或者是想到这一点，而这个实践当中的一些这个行为啊，就来这个从事自己的话，那就是这种这个修行人是非常这个惭愧的。我看我们社会上呢，许多人呢，就自己认为是自己已经这个开悟了。自己这个学得非常好，但是往往的这个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自己的恐怕是根本就是没办法就是结束啊，就没有办法结束。上面这个宋词的字面上的内容是非常的这个简单，就是比如说我自己呢，就是虽然没有这个做过任何这个错误的这个事情啊，就是微小的这个对别人呢，就是没有这个得罪过，也没有这个害过别人。但是有些人呢，就是在这个无缘无故当中，平白无故的就开始这个伤害我就是就用各种这个兵器来砍断我的这个手脚啊，甚至呢，就我这个整个身体当中最关键的这个头颅呢，就是也全部这个砍断。在这种情况下呢，恐怕我们这个实践人呢，就是肯定会不会就是负的就是一定要就是报复。就是别人就是害你，尤其是这个砍断你的这种身体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报仇不可。就是现在可能汉地很多地方也是有这种这个传统吧。如果别人打你，你没有这个让你呢，就是就是怎么说啊，就是攻击他的话，那就是别人都这个说这个笑话。尤其是我们这个藏族人当中呢，就是有特别不好的一种传统。这种传统是什么呢？比如说今天有一个人呢，就是用棍棒或者用刀来，就是开始这个攻击我，让我当天就是没有这个就是反攻的这个就是能力啊，就是没有这个到达他的话，那就是那一辈子当中大家都是这个议论纷纷的，这个人的胆量很小啊，这个人呢。如何这个懦弱啊，这等等这样以后呢，很多人就是觉得是这种名声就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这样的这个名声呢就是觉得是这个如果一辈子当中就是得这种恶名的话，那不如这个离开丝毫。所以呢别人就是用这个其他的兵器来就是刺伤自己的身体呢，拼命的去这个害别人就是如果别人用刀子来砍断我的头呢，我非要就是非不可。就是用这个刀来，就是抽他，这种这个现象呢非常多的。但是我们作为这个学习大乘佛法的人来讲呢，就是不是以这种以牙还牙的这个方式来对待这个事情，而是我是在众生面前就是已经这个发了菩提心，诸佛菩萨面前呢也发过这样的这个菩提心，因此呢，应该用自己这个慈爱的心、慈悲的心呢，不但就是不保住，反而呢就是将他的所有的这些就是罪因为他刚才用这个兵器来砍断我的头的话，那可能他杀了人，那害了这个人那害这些众生的这些罪业呢，我全部要这个代受。我就心里面默默的这个发愿，这个人真的很可怜，今天呢就是伤害我，那么但愿就是他伤害这个我的这种这个罪业呢，就是不要就是让他，但愿呢就是让他这个因缘呢，就是这个往生清净的这个插头，就是应该用这种这个方式来是对待。但是这个课头上我们说的话，那就是可能是比较这个简单。实际上，真正是有人这个害我，不要说是用这个千刀万剐，或者是
砍断你的这个头颅啊，甚至呢什么这个打一拳啊，或者是这个踩一脚啊，或者是这个稍微这个泄愤啊，就是泄愤一样的话呢，恐怕我们这个有些人是恐怕这个受不了啊，就是觉得呢就是你在这个别人面前，或者是你这个无缘无故当中，为什么这样这个害我？就是恐怕很多人呢就是会这样这个想的，所以我们。应该说，在真正的这个修行大乘佛法的这种理念跟我们实践的这个行为呢，就是完全是不相同的。你如果想成为一个大乘这个修行人的话呢，那你一定要用这些这个教言呢来这个观察就是自己的这个相续，因为这些可怜的这个众生的话呢，我们如果没有就是真正这对待的话呢，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是不算什么这个心智啊。就如菩萨心论当中也是说了，就是故意害我者，心引坏慈名吧，坏慈名，慈悲众不起，生成业非当，就是说就是有些这个害我的人的话呢，我应该就是心里就是对他就是生起这种悲悯心。即使你对他没有这个生起真正的这个大慈大悲的这种菩提心的话呢，那么就是嗔恨心是不应该这个生起的。为什么呢？就是对方也是被这个烦恼已经这个束缚过的，再加上呢，就是自己呢，就是也是指中间就是成了这个因缘这样以后就互相的就像这个世间人一样的，就是互相这个报仇啊，就是互相这个战争啊，就是这是这个非常不合理的。所以众多的这些这个教言当中的话呢，应该我们这个今生当中的一些因缘来观察，也是肯定是这个有因缘的，或者说是一些前世的因缘来这个观察的话呢，那么就是今天就是别人就是这样这个害我呢，肯定是这个有原因的就是有原因的。阿底峡尊者也是说了，就是他害己身是当观宿业智，就是别人呢就是害自己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就是这是应该是无始以来的这个自己这个前世的这种树业就是来这个前世的一些这个殊死的这个业就是来这个导致的，就是并不是呢是这个无缘无故的，否则的话呢，就是别人也不可能就是这样来这个害我们这是一种这个方法就是还有一种方法的话呢，我们应该想就是今生当中我受到这样的这个损害呢，就是通过这种因缘呢，应该说是自相续的这个大悲菩提心这个真法呢，就是也是有一种正常的这个助缘。以前那个夏乌格西的话呢，他也是说了，他说我们没有这个懂得损害和痛苦呢，就是修行真法的一个助缘就是这是实际上呢，就是修行这个真法的一种助缘。但是我们就是前往的是不能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发恶缘，就是发恶缘的话呢，那就是非常的这个可怕。恐怕你们这个本师传记当中的有些故事呢，就是也应该能记得到以前。就是有一只这个公明鸟就是那这个公明鸟呢，是这个一个身体，就是这个双头，就是那么就是一头呢就是叫这个一只呢就是叫非法，一只叫这个有法然后有法呢就是心底这个善良，就是非法呢就是性格很恶劣的就是性格很恶劣的。但有一次呢就是那个真法，就是真法这个非法已经睡着了，就是这个时候的有法呢就是得到了这个甘露果甘露果的时候呢，就是他首先想那个教训非法，后来他想是凡是我们这个这样的一个身体就是算了吧，然后他自己呢就享用了，独自享用之后的话呢，那么过一会儿就是那个非法就醒过来了，非法醒过来的时候呢，就是那个真法就是那个有法呢，就是在这个大个，就是大个的时候呢，就是出现那个真正的这种这个甘露果的这个香味，那个时候他发现就是他已经这个享用甘露果了，但心里呢就是非常的不高兴。那么就是他呢，就是说我以后呢一定会就是效仿这种行为，就是会报仇的。但后来就是有一次这个有法已经这个睡着了，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非法也是就是得到就是其他的这个水果，就是从水里面飘过来。那个时候呢，就是他自己这个享用，结果呢就是那种果呢，就是不是真正的这个甘露果，而且是这个毒素的这种果就是最后就是就开始这个不能消化，就开始这个接近要这个死亡，接近死亡的时候，他当时发恶缘，就是他呢，就是想生生世世的这个害这个有法。然后后来那个因为他们一个身体，就是他死了的话呢，就是后来有法也这个接近这个离开这个世间。离开世间的时候，他在临死的时候呢，发善愿，就是生生世世呢，就是以这个就是
关爱性，就是以大悲心呢，就是对待这个非法，就是他是这个发了这种善愿，就是当然从我们这个实践的角度来讲呢，其实这个非法呢是错了的，这个有法呢就是一点的这个没有错，就是他还想帮助他的这个身体，而非法的话呢，就是他想一边呢就是想帮助，一边呢他自己吃了毒药而这个死的，但最后的话呢，就是这种这个法愿的这个元气啊，就是元气的话呢，就是有法呢就是当年的这个就释迦牟尼佛，而非法呢是当年的这个就是提婆达多就是所以这个生生世世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弘扬佛法的时候呢，这个提婆达多呢就是实在是这个心里不平衡，就是天天呢就是自造这个违愿，就是也是这个杀害过多少次，就是大家都是应该这个清楚的。所以从这个佛教的历史上来讲呢，有些这种这个抵触就是应该说是一种这个因缘就是一种这个元气，就是一种这个因缘。但不管怎么样呢，我像是我们这个在座的这个大乘新人的话呢，就是自己这个有能力的这个情况下呢，应该是不管遇到这个什么样的这种事情的话呢，就是应该这个以大悲这个菩提心来这个善待，就是这是这个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这里呢，就是应该这样这个想就是这个就是一切这种什么，就是一切的这种危害呢，就是转为这个道用，就是痛苦也是如此，这个转为道用来这个对待。那么下面就是说就是恶名转为道用就是将恶名转为道用。有者背叛中伤我。恶名终变3000劫，然我身怀慈爱心，沾其功德福子心。那么他这里呢就是说这个有些人呢就是在这个不是这个依次，是这个无数次，就是拜拜的这个中上就是这个主要是从可能语言上讲的然后比如说在这个众多人面前说这个你破戒啦，或者说是这个说各种这个诽谤就是诽谤的这个语言。那么就伤害我的这种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的这个恶名呢就是出名鸳鸯，就是整个边域，就是整个3000大千世界，就是因为他这样这个到处都就是说一些坏话，说一些坏话以后呢，就是最后就将我的这种这个恶名呢，就是一直这个传遍到就是整个世界当中去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对待不但就是不应该这个以牙还牙，或者说是这个反唇相讥就是不应该就是害他，而是以非常这个深厚的这种这个慈悲心关爱心呢，也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本着这种这个慈悲心的这种精神呢，就是关爱他反过来说就是也是就是赞叹他的这个功德，恐怕很多人呢，就是这一点就是确实是很难做到，对吧？就是因为就是无缘无故当做别人呢就是故意这个加害就甚至呢你对他的这个恩德和对他的这个帮助很大的，但是呢就是他不但不报恩的，反而呢就开始这个进行诽谤就是进行就是说你的这个过失，结果呢就是整个世界上的有些人呢都知道了，我们有些道友的话呢，就是也可能这个就前世的一些这个因缘吧，就是今生当中也是没有害过别人，但是呢就是别人就是故意就是诽谤以无因这个诽谤就是没有任何的意愿条件的情况下呢，就开始这个说你的过失，结果呢就是在这个所有的人当中呢，就是下不来台，就是一直就是说的特别就是难听，就是弄得很难看的，就是那在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认为是你应该给我有个交代，就是因为通过你的这个语言呢，就是让我这个如今就是变成了这种状况，那这样的话，那你为什么是给我没有一个说法呢？就是很多人是这样想的，但是真正的一些大乘佛教徒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不单是就是不保住，反而呢就是赞叹他的功德。就恐怕我们很多刚开始这个学这种大乘论点的人呢，就是不要说这个赞叹他的功德，就是一开口的就是说他的过失，因为以前呢他对你的这个行为不满，就是导致这个很多的这种这个不好的这个事情呢，就是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恐怕你是特别的这种不满。但是呢就是我们真正的一些大乘修行人的话呢，在那种这个情况下呢，就是不能说别人的这个过失，反过来说是应该用这个赞叹的这个语言呢，就是应该用这个赞叹的语言来就是瞻仰他就是说就是他的这个修行方
方面啊，或者是人格方面，就是如何好啊。那这样啊，如果真正能做到的话，那就是恐怕是就真正的这个修行是非常这个圆满的。可是每个人呢，就是应该是观察自己的这个相续啊，就平时呢，你没有遇到违缘，没有遇到这个别人的这种挖苦诽谤的时候呢，就自己觉得是修行非常不错的，就是天气也好啊，或者是各种因缘聚合的时候，自己都很不错的。然后真正是已经到了关键时刻的时候呢，那就是自己的开始这个忍受不了，就然后呢，就开始就是用各种这个语言来就是诽谤别人，就是这种情况呢，就是作为我们凡夫人，尤其是这个作为小乘根基的人来讲呢，就是非常多的。但是呢，真正的这个修行人呢，就是应该是以这种这个方法来，就是灌溉，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教研书里面呢，也是已经讲了，就是所有的不管是赞叹也好，就是得到也好，还有一些这个名声呢，就是全部都是这个世间八法的。那么这些世间八法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平息的。从这个史书当中呢，也有平息世间八法的一些教言。从神义的话呢，就像入行论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古语诸空法何有得与失啊？就是诸法都是空性的，怎么会是有这个得和失呢？得是全部都是没有的。通过这种教言来，就是平息自相续当中的这种不平的分别念，就是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这是就是恶名这个专为道用的一种这个修行方法。然后呢，就是将那个诽谤专为道用啊，就是诽谤专为道用。何人大庭广种中，揭露误国出恶语，也必一作上司相恭敬定力佛之心。那么就是这个教言呢，就是也是主要就是别人就是诽谤别人就是诽谤你的时候呢，就是怎么样这个应用，就是主要讲这个道理，就是何人呢，就是如果在这个大庭广众当中呢，就是揭露我的这个过失啊，就是揭露我的过失的时候呢，就是把他就是看作这个上司。恐怕这个也是可能就是比较难做的，因为就刚才前面所讲的一样，就是背后呢就是造谣，就是背后呢就是说你的过失呢，就是很多人的就能这个接受，但是在众多的人当中呢，就直截了当的就是说你的过失啊，就说你在某某这个时候呢，你偷了什么东西啊，你犯了什么戒啊，或者说是你这个现在这个做的如何不如法，就是等，就是在这个在这个众多的这种场合当中啊，就众人聚集的这种场合当中的话呢，就是说一些揭露过失的这个语言呢，就是恐怕很多人呢，是这个不能这个接受的。本来呢，我们的这个这种这个名称啊，或者是赞扬呢，就是都是如菩萨行论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如今为虚名，实在复上名吧，就是所谓的这个虚名呢，就是也是一种这个释怀这种财富啊，或者是一些就上命的。就是没有什么这个意义的。然后，当我们就是听到一些这个侧耳的这个语言的时候呢，也应该能这个接受。阿底峡尊者也说了，说是我们侧耳语是当时入骨声吧，就是我们就是听到一些侧耳的语言的时候呢，就是要想到就是这个是空骨声一样，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实在的意义，就是把它当做这个空骨声来这个想。可是我们很多人呢，就是在这个大庭广众当中啊，或者说是在这个别人所看见、所听到的时候的这种不如法的这个绘本或者是言行呢，就是无法这个接受，就是当下呢就升起很大的这个嗔恨心。但是我们不应该就是这样的啊，就是别人就是对我说这种过失的时候呢，我应该把它就是当作是真正的自己的这个生而合得的这个善知识。那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凡是受过学学过这个佛法的人呢，都知道是作为一个弟子，就是对上师的这个恭敬，对上师的这种这个敬仰是什么样呢？应该是清楚的。所以呢，别人如果真的这个说你的这个过失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不能就是一下子呢就开始就是对他就是进行这个报仇啊，就是进行这个说过失。有些呢就是可能他说过失也是有这个无中生有啊或者说是有各种情况的，但是呢你就
不但呢就是不说他的过失，反而呢就是把他就是当做这个上司来想当做呢就是是自己的这个最有恩德的人来想。以前有一个感恩的歌就是在这里面呢就讲了很多，就是对我制造违缘的，对伤害我的这些人呢，就是也很感激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通过这种意愿呢，就是让我就是得到这个坚强，让我呢就是得到这种开心，就是等等，就是有很多的这些教验，就是所以我们想呢就是一定要就是以这个民生的这种损害是世间人觉得是可能就是接受不了的，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别人就汇报我，别人呢就是说我的过失的时候呢，我就得到一种这个非常殊胜的教验。如果我一直得到一些这个赞叹一直得到一些就是什么就是别人的这个崇拜的话呢，就是恐怕是我的这个精神的这个修行呢，就是全部都会这个毁坏的。就是吉田菩萨也说了，就是说是沾于宁心善，损害厌离心，就是别人对我的这个赞叹的这种什么这个名声或者说是一些这个瞻仰的话呢，让我的这个心呢，就是永远都会这个散乱在这个外境当中，甚至呢，我的这个相续里面的这个厌离心菩提心这些的也会这个损害的。因此呢，我们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就是受到一些这个违缘，受到一些这个不顺利的这个事情呢，应该说是最好的一种这个办法。因为别人不管是在大众面前也好，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场合当中呢，说我的过失呢，我应该就是心里面就是对他早有这个准备。看待这些可怜的这个众生呢，有些教言当中也是这样的嘛。说是，比如说是患了这个非常这个可怕的一些这个精神不正常的病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他说什么，他做什么的时候，大家都容易这个接受。同样的道理，就是这些世间人呢，就是也是患了这个烦恼无明的这种这个疯狂般的病。那么现在以疯狂般的对我做过失或者是危害我呢，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事情因为疯狂者呢，就是无我不作的，就是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做得出来。但是这也是烦恼的这种这个催动下，烦恼的这种这个牵引下呢，他自己是没有这个自主的，没有这个自我控制的这种能力。因此呢，这些这个坏人呢，就是对我做这样的这个坏事，或者是汇报我做这些事情呢，应该是这个理所当然的事情的。这就是我们盖顿派的很多的这个大德们的这个非常殊胜的这个教验就是以前那个国仓吧，就是国仓吧大师的话呢，就是他有那个18种这个修法，这种修法里面呢，最主要的一个修法呢，就是这个利益伤害者就是利益这个伤害者的话呢，就是这是最好的一种这个修行方法。还有呢，就是以前那个就是小迦希拉尊者就是小迦希拉尊者呢，他的这个4大事业或者说是4大这个实修法当中呢，也是最主要的一种这个修法。主要的修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帮助这个伤害者，就是当然实践当中的话呢，就是别人这个害你那这样的时候呢，我就永远的是这个心里面耿耿于怀，一直呢就是说他的这个过失的时候呢，就是恐怕是你很有这种这个能力，因为呢你们之间有这种冤处。可是我们学习大乘佛法以后的话呢，这种理念应该这个转变过来。很多人就是还是用一些这个世间的老观念来这个对待，就这是不合理的就是这是我的仇人，这是我的这个亲人我们的这个亲和怨呢，就分得非常清楚。而我们大乘系个修行人呢，就是应该就是这种这个思维呢，就是转变过来。这个害我的人和诽谤我的人呢，是我的这个最好的一个朋友。而亲人，所谓我的这个亲人呢，在我修行过程当中呢，就是对我制造了很多违缘。他表面上看到的是有这个好言好语，就非常好的这个方式来就是引诱我，可是呢，对我的这个生生死死的解脱之路呢，已经这个阻挡着。所以呢，对这个亲人呢，就是我们要这个善加注意。而这个怨恨的人呢，如果我们把这个修行的这种方法就是让用得上，就是用得上的话，那就是他呢，就是对我这个生生世世是有帮助的。因此呢，为什么说那个朗热汤巴尊者也是说这个亏损失败，自取数，你以什么你以胜利奉献他。
那么说这个原因呢，就是在这里，就是所以我们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真的自己就是在有些时候呢，就是站在一些失败的这个地位，然后呢，就是自己呢，就是这个吃亏就这就是以这个大乘这个修行的一种这个最好的这个什么这个诽谤专为盗用的一方法，就是谁就是别人就是在这个大众场合当中就是说我的过失的时候呢，我真的就是让那个人说的话，那就这是是大乘修行人。可是我们有些发现人是不是这样的？就说实话就今天呢，好像就是在这个几个道友里面呢，就是说我的过失，或者是当时呢，就是有些语言和有些观点就是不合的原因呢，就是一直这个心里面就惦记着这个。从此之后的话呢，就是跟他合作的任何一件事情呢，就是都不开心，都不愿意这个配合这种情况呢，恐怕你们这个实践的工作单位当中或者说是一起这个大家一起在这个发心当中呢，我的这个发现过，就是有些道友呢，本来我认为这个修行应该是很不错的，他不会这样的。但是呢，就是正因为就是以前呢，就是有某某事情呢，就是当时这个合作的没有就是成功或者不开心，就是以这个导致呢，就是后来呢，好像就是心里面就是一直有一种疙瘩，就是然后一直呢，就是凡是与他合作的时候呢，就是他需要配合的地方呢，就根本就是没有这个就是去这个结束就是这种现象呢，就是恐怕你们自己这个在发心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应该这个看得出来，就是希望呢不要这样。所以我们大家呢，就是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就是这些教研是非常的这个深就是以此呢，恐怕我们以前呢，就是不仅是这一辈子当中，生生世世呢，就是对这个自我的保护是很强的，而这个利他的这种心呢，就是非常的这个薄弱。这样一来，一下子就是这样的这个理念呢，我们这个适应过来的话，恐怕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了就像我们在这里这个高原气候就是实在不适应的人就是一下子就是就上来的话，那就是恐怕这个就马上要适应过来的话，有一定的困难。但是人呢，就是什么事情都是可以这个适应的。因此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真的这个怨恨的敌人和亲人呢，就是分得非常的这个鲜明。但是逐渐通过这个大乘的这种非常有这个深深的这种道理那这种这个教研呢，就是转变自己相续的话呢，我相信很多这个人呢，就是也应该可以这个转变的。那么下面是我们讲的这个安忍转为道用呢，分两个方面，就是一个是就恩将触报这个转为道用还有这个侵入就是侵入这个转为道用，就是两个方面来解释。第一个吾若自自爱护者，必终视我如远敌，犹如慈母于病而犹为你爱父之心。那么就是这个教研呢，也是字面上比较简单，就是比如说我自己呢，就是想对这个个别的人呢，就是就像自己的儿子那样，就是呵护他，以这个无限的这种这个关爱心来，就是开始这个呵护就帮助就是就维护他。但是这些人呢，就不单是不给我报恩德，反而呢，就是把我看着这个敌人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是不应该就是向他报仇，应该呢，像慈悲的这个母亲对自己的这个孩子的这种这个态度一样的，应该用最关爱的这个心呢，就是对待他就是更加这个关爱他，更加呢就是慈爱他就这就是我们大乘佛智的这个行为这就是大乘我们的行为。这种现象呢，我想实践当中也是有的。我认识的一个大老板，就是他以前呢就是也关心就是一个人就是特别可怜，就是当时呢就是他这个身无分文就特别的贫穷，然后呢就是就纯粹是一种这个关爱性，就是然后这个摄受他，就是帮助他，就逐渐呢，就是在自己的这个企业当中呢，就是他就开始出现有一点这个出色慢慢呢，就是他就在自己的这个公司里面呢，就是在工作当中的话呢，就是他也对他这个很信任的，因为就是他最困难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呢，帮助了他想呢，就是这个人不会这个欺骗自己的。但后来呢，就是他自己有一定的能力，也知道了这个人的这个所有里里外外的这个状况之后的话，那就是将把这个
自己的这个企业的很多的这个财富呢，就是转到这个其他的地方，然后呢，就是还有通过这个一些机关的关系呢，就是也是这个自己这个加害他，就是所以呢，但是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学佛的，就是他说是应该就是按照这个佛子行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如果实践的角度来讲，是我根本想不通的。以前他最可怜的时候呢，我就帮助他，而且呢，他今天的这个生活和这个名声呢，就是全部是我给他的，就是但是他自己不但不报，反而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对待我的话呢，从实践的角度来讲是这个根本想不通的。但我们用大乘佛法的角度来讲是这是不合理的，因此呢，我还是这个忍着的，我还是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善根都是回向给他。其实我们真的这个如果这个学得非常好的一些这个大乘这个行者的话呢，那么就是应该就是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话呢，就是是别人的这种这种行为呢，是这个就是无法这个认输的话呢，就是那是这个不合理的。因为这个大乘的这种修行呢，就是有很多的这种这个教验呢，就是大家就是尤其是一个比喻呢，就是大家应该就是搞明白的，就是他这里说是别人害你的时候呢，我用慈悲的这种母亲呢，对儿子的对待那样来这个对待的。这一点升天论是在这个四般论当中也是说了，就是如母悦病儿，特别觉疼啊，是吧？如是诸菩萨特以爱民，爱恶者，是吧？命恶者，对，就是说那个如果这个母亲自己的孩子就生病了的话，那就是他特别的这种关爱他，就是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发了大乘菩提心的人呢，就是对自己的这个一些害自己的人，或者是就是性格恶劣的这种人的话，那就是也特别的这种可怜。当时月称论师呢，就是在这个这个四百论的这个讲义里面呢，也已经讲了，就是以前有一个女人呢，就是她有6个孩子吧，就是6个孩子当中呢，就是其中这个5个呢，就是生活都能自理，就是她有自己的这种自己的这种技能，但是有一个呢，就是她品行特别的恶劣，就是根本不能这个生活自理。在这个时候呢，母亲呢就是特别的这个关爱她啊，就是我们实践当中也可能有这样的，比如说一个母亲呢，就是她有3、4个孩子，但其他的这个都有工作啊，就是都这个关心别人，就是别人呢对她的这个态度呢也很好，但其中有一个呢就是性格很恶劣，别人也不需要，就而且是残疾人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母亲的是对他特别的这个好，尤其是他发脾气啊，或者说是他每天都是对母亲如何的不对的话呢，他还是会这个关爱他的。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真正的这个一些这个大乘修行人的话呢，就是对这个恶劣者呢，就是也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就是慈爱，就是月称论师也说了，就说是一切大悲尊，始终虽平等，有也欲孽者，却跟生别名。说是这个一切大悲尊者，一切诸佛菩萨的话呢，就是虽然对所有的众生呢，就是这个一视同仁的，就是都是以平等的这种这个菩提心来是对待的。但尤其是就非常愚痴的这个众生呢，非常这个可怜的这些众生呢，那么野蛮的这些众生的话呢，就是更为这个摄受啊，就是更加呢就是关爱他们，就是关心他们。因此我们这个实践当中的话呢，真的是这个就是损害你的制造这个违缘的话呢，就是应该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个对待，就是尤其是你对他怎么样这个好呢，就是反过来在我们这个实践当中的话呢，就是应该是一样的，应该用这个关爱心来就是对待，就是这是这个非常的这个重要。我们那个朗日唐巴尊者的一些教言里面的话呢，就是这个伤害我的这种人呢，就是用这个如意宝来这个对待，或者是用那个善知识来这个对待。那么很多的这个修行的这种教言，这些教言呢，就是我们应该这个就是身体力行。在身体力行的过程当中的话呢，真的是这个对弘法利生非常有害的人呢，摄受是不能这个摄受的。你这个摄起菩提心呢，当然是违背了这个大乘
的这种菩提心，就是这是这个不合理的。但是你在比如说我们这个佛教的一个道场当中啊，就是有一个非常这个坏的人呐，就或者是精神有问题的人呐，那这些人呢，按照这个毗拉耶经和大乘这个佛教的有些什么这个教言里面都已经讲的这个很清楚，就是在僧众里面呢，就是不能带的。但是你不是菩提心的话呢，就是会不会违背这个菩萨心呢？就是不会违背的。说我们这个学院的话呢，就是一般来讲那个真的是破了誓言的、破戒的，还有呢就是精神不正常的这些人呢，我们不是菩提心，但是大乘这个佛教也好，或者小乘佛教呢，佛陀在这有关经典当中也是亲自开示的，就是这种人呢不能跟这个僧众共住，就是这一点呢，有些人也是过于的这种理解就是这种这个坏人呢，应该在僧团里面可以让他破坏纪律然后这种这个精神不正常的人或者破戒的人呢，他毕竟是一个众生，这就是多于一个辩，就是这样的这个极端呢也不合理，不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密意所在，就是这一点呢，我们很多人也应该就是清楚，否则的话呢，就是他的悲心也可能已经超过了就是大慈大悲的这个释迦牟尼佛，所以呢，以前那个噶当派的这些尊者们呢，都异口同声的说，我们这个大悲菩提心呢，就是没有必要就是舍弃，也不能这个舍弃的，但是呢，就是要这个围绕这个弘扬这个佛法，就是要培养这个亲近的这个僧团的话呢，就是按照这个戒律里面所讲的，有些这个戒律仪式呢，就是必须要就是如理如实的行持。那么下一个颂词呢，就是说这个情入专为道用就是情入专为道用。与我同等会下时，虽以傲慢而定如，然我今其入上士，恒舍定待佛之心，就是与自己这个同等的就是同心道友地位财产或者是名声等等，就是跟我这个相同的人也好，或者呢就是比我这个下面的人自己这个下属这个就是单位里面的话呢，我是领导。就是他是这个我的这个成员，或者是我的这个服务员。那么这些人呢，以这个傲慢的这个心有些人真的很傲慢，就是相续当中呢，什么这个功德都是没有，就什么水平都是没有，但是天天都是看别人的过失自己连这个走路的话呢，就是真的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傲慢的一种这个行为。就是那这些傲慢的这种人就是以这个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就欺辱我们、侮辱我们。在那个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对待呢？就是应该是就是把它当做这个善知识那样来这个对待，就是当然他自己傲慢，就是自己傲慢了，就是然后呢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就是说我的时候呢，我不但呢就是不说他，而且呢就是应该这个以善知识来对待他。如心论里面也说了，就是说是人他见我的宁是于是主。就是人他呢，就是用那个脚就是踩在我的这个头顶上，然后呢，让我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死去的话呢，就是也是无所谓的，可以的，可以的。但是呢，我一定要就是帮助这些可怜的众生，就是一定要让我们世间的这个诸尊释迦牟尼佛呢，就是升起这个欢喜心，就是我们上师如意宝也是经常念这一句就是因为发了这个愿就是世间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呢，就见了我的这个图也好，或者是这个故意诽谤、无意这个诽谤，怎么样的话呢，就是那么我应该呢，就是是乐意这个接受就是乐意接受，因为我们在诸佛菩萨面前已经这个发了这种愿了，发了这种愿的话呢，真的是要能这个接受我以前也是说过，我写女徒教引的时候也可能用过吧，就是我在一个星级宾馆的这个里面呢，就是看到有一个这个客人然后对这个服务员呢，就是就是说的特别这个厉害，就是无缘无故的就开始这个说的就八法力听，就是然后说的很厉害，但是他呢就是以职业性的这个微笑呢，就是一直不放弃，就是一直呢就是以这个恭敬心来对待他，就是这个当时我就是特别的佩服。就我们如果达成这个就修行人呢就是在别人就是对待我们这样的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以这个微笑或者是用这个爱悯心呢，就是对待的话呢，就是那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难得就是心里是这样想的。尤其是我们可能同等的人和下属的人对你这个精行犯功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很难以这个忍受的。一般我们实践当中也有这样的，一般这个比如说你的领导呢，就是批评你的时候，你就可以这个接受的。但是你同等和下属的人呢，就是批评你或者是说你的这个过失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很多人就是心里面呢，就不服，就是把他就是当做这个上司来这个想的话呢，就是很困难的，就认为呢就是他的这种这个所作所为呢，
对自己这个不公平，就是会有这样的这个想法。因此呢，我们这个不管是任何一个人通过各种方式来就是侮辱你的时候呢，你把它应该当做这个上师来想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你的这个圆满的这个争论结果位呢，就是也是不难的。龙木菩萨也是这样说的：故求圆满菩提者，当使众生入上师。就是我们要求这个圆满菩提的这些人的话呢，你应该将世界上的所有的众生呢，把它当做这个上师来就是对待的。就是这个众生呢，就是也没有这个分，是这个上等者啊，就中等者啊，凡是这些众生呢，都是我的这个上师，都是这个真正的一些。对我这个修行呢，就是有缘的就应该这样想的。当然，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大家也要分清楚。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是不是恶劣的人和这个好人呢，就是都是没有什么差别。传输佛法方面呢，就是也应该就是一视同仁了。那这是不合理的就是因为有些人呢，就是真的这个心性也没有，然后呢，就是他对这个接触佛法的这种怎么说就是心性啊、恭敬心啊，什么都没有的话呢，对他这个传输佛法呢，就是也没有这个用的。所以在佛经里面也说了，就是如月虽出生非其不显现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月亮虽然呢就是在这个时间当中已经这个生出来了，但是呢如果在地上没有这个水汽的话呢，那就是这个月影呢就是不可能就是现现的。什么佛陀大悲月也不照无缘，就是佛陀的这个大悲的这个月亮的话呢，就是也不可能就是照亮这个无有缘分的这种恶劣的弟子。就是所以即使这个佛陀就是像那个月亮般的这个佛陀的话呢，那么就是没有信心的、性格恶劣的、没有恭敬心的这样的这个人面前呢，就是他的这种价值和他的这种功德细底呢，也不能这个现前的。所以呢，我们这里这个传授佛法的时候，有些恶劣的这种弟子就认为是那我这个自造为缘的话呢，就是对这个上师也是一种这个顺缘然后对道友们呢，就是也是一种这个顺缘那这样我就随随便便就是我不做就可以就是有些人可能就是想起这样的这种这个升起这样的这个分别念，但是这是不合理的就我们这个佛教呢，我刚才就是所讲的一样的，真的是有一种这个因缘，就是你对这个基本的这个传法者呢，就是没有这个恭敬心，没有这个信心，甚至呢就是用很多这个谢见来就是看待，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你这个深深的教养对你来讲是这个永远也是没有这个得利的就是没有这个利益的，没有得利，反而呢就是造恶业的话呢，那就造一点就是离开这种僧团这样的话对自己的事是应该是这个有利的，对其他的这个僧众就是包括就是作为一个上师的话呢，就是对他的这个很多方方面面呢，就是应该是这个有帮助的，否则的话呢，就是你这种这个恶缘呢，就是一直这个不断接下去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僧众里面呢，就是僧众里面呢有一个破戒者的话呢，那么就是整个这个僧众的一些功德呢，就是尤其是在我们密宗的大灌顶的时候呢，就是也是这个坏的。那么就是就像这个一个大锅里面呢，就是一个牛奶的一个大锅里面，就是一滴酸奶的话呢，就全部都这个会坏的。就是所以说呢，我们也就是经常就是对这个誓言对这个戒律呢，就是也应该就是值得这个重视的。大慈大悲的这个佛陀在整个实践当中呢，应该说是这个具有这个菩提心的就是不仅是具有世俗菩提心，而且具有圣意菩提心的。但是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就是破戒的就是或者说是这个传法就是对这个传法是不恭敬的，很多的这个比丘呢，就是也是离开的这个非常多的。就这一点呢，我相信我们打开这个毗拉耶经和打开这个四分女戒律的时候呢，就是都应该就是知道的就这样一来呢，就是我们也并不是说是我们这里有破誓言者，就是这个是我没有告诉过，但是呢就真正是对这个上师也好，对道友也好，就是有些这个性格恶劣者的话呢，对弘法利生上面是有利还是这个有害，就是自己也应该善加这个观察，就是善加观察。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应该就是知道是这个修安忍方面，也就是说呢，就是别人对你的欺辱呢，这个受欺辱者呢，就是怎么样对待，就是这一点我看自他都应该有这样的这个想法，应该就是把它当做这个善知识来这个对待，但是。
把它当做这个安人的对境，然后呢，就是当做三知识来对待呢，就是这是非常这个合理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啊，就是上师也好，弟子也好，或者是我们互相这个金刚道友的话呢，就是别人用这个这种方式来就是加害你的时候呢，你应该这样对待。现在世界上的很多这个企业和很多一些单位啊，当中呢，就是有些同事呢，就是在无缘无故当中就是抢了你的这个财产啊，或者说是就是在领导面前这个告状啊，就是自己心里呢一直不平衡，有这种状态呢就是比较多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应该就是自己呢就是以安人心来就是对待，就是这是这个非常的这个重要。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呢，我们大乘这个心智啊，表面上这个说的时候的话，自己说自己是某某上师的这个弟子啊，就现在社会上传的比较多，说我是哪一个上师的弟子，我这个修了多少年的这个法，我皈依10几年了，如何。实际上呢，就是别人的有些就是小小的一些这个侮辱啊，自己的是根本没有办法这个接受，天天都是以傲慢的这个心态当中呢，就是自以为是。但真正遇到这些违缘的时候，恐怕就是有些人是根本没办法这个接受，就是在那种时候呢，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自己也知道是自己的修行境界是暴露无遗，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大家都是应该以自己的这种很谦虚的心就是没有什么可傲慢的，真的是你这个有一点这个实践的技术也好，或者说是有一点那个实践的这个学问呢，其实呢，我们这个现在所谓的有些人的这个学问的话呢，就是这是那个就是教科书里面的一个学问而已，就是真正的像那个佛教的浩如严海里面的一些知识呢，就是我们这个一无所知的。大家呢就是不要有傲慢心，有了傲慢心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傲慢的这个山顶上呢，就是智慧的水滴是不会流的。所以呢，你自己呢就是永远也得不到就是上师的价值和道友的这种这个就是全面的这种这种利益啊，就是永远也是得不到的。我心里面存有傲慢的话呢，就是这个人也是看不惯的，那个上师也是看不惯的。上师所说的非常珍贵的如意宝那样的这种教言的话呢，自己也是嗤之以鼻的。就是最后呢，在自己的这个相续与佛法呢，就是完全是背道而驰，最终呢，就是可能堕入恶趣的，就是非常危险。就是有些人的处境呢，真的相续当中有了傲慢心，然后自己呢，就是对这一心的有一个技术啊，比如说我对这个电脑呢，就是稍微懂一点，然后觉得我在世界上呢，就是应该是很了不起的，就是我的很多道友也不懂电脑，我的这个上师也是如何的，然后自己的结果呢，就是这个技术呢，就是已经只成了坏自己的一种这个因缘了。是非常不智的，得一个人生我觉得不容易的，得遇到这个佛法，尤其是自己呢，在这个佛法下面就是求学这样的这个历程呢，就是非常难得的。但是呢，因为以前没有这个造这个善业啊，在继承当中呢，有时候呢就是这个深缘的是变成恶缘，最后呢，在自己呢就是只有堕入这个深渊当中，就是有些人的处境真的很可怜，就是我们有时候看到但也没办法，就是在佛陀时代的时候也是很多可怜的这个众生啊，就是像提婆大多三星比丘当很多人呢，就是在当时也是这个直接就是堕入善恶趣的这种现象呢，也是比比皆是。所以我们这个大乘佛子的话呢，就是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应该尽量的呢，就接受别人的这种这个违缘，但是呢，同时也应该把握分寸，不能什么都混在一起，混为一谈，这是不合理的。我们讲经说法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这个非法和真法呢，要应该这个区分开来，让人们呢应该懂到这个道理，否则的话呢就全部都是那这个混杂起来的话，那不叫真正的讲经说法。好，今天讲到这里。Sonam dei tamse progaya tonne de jana pase kirgana jirano chupai chupun solen droa Banzangara Badna Sadurda Banzangara Badna Sadurda Banzangara Badna Sadurda